因应拟核研6代战机，目标将直指歼20与苏57。网友5代机都没整明白，还研制6代机。多年以来，战斗机一直都在战场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空域安全基本就是依靠战斗机来把持着。同时，各国之间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那么战斗机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占领空域作用。因此，拥有一款先进的战斗机，对于各国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最为先进的是第5代战斗机，也就是我们熟知的 F-22、F-35、歼20以及苏57。不过，就在最近，英国似乎想打破第5代战斗机的领先优势，并拟研制领先全球的第6代战斗机。而这回的研制，印度可能也会参与其中。根据媒体的透露，目前英国国防部的高层官员已经向印度提交了同研意向。如果印度愿意研制6代机的项目，那么英国将会派出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度共同研制第6代战斗机风暴。与此同时，双方也已经决定将会在2021年2月份的印度航展期间，就核研第6代战斗机的事情展开首次因应核研6代机会谈。那么，印度通过此次会谈，会不会加入到6代机核研计划中呢？其实加入的概率并不是非常的高。咱们要知道，首先，印度军队现在正在研制自己的国产 5.5 代战斗机，该机名称为 AMCA Mk1。根据研制该机的内部人员透露，该战斗机虽然是一款 5.5 代的战斗机，但是该款战斗机在某些方面实际已经具备了6代机的品质。据悉，该机已经拟定计划使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先进发动机。不过，这并不是最为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款战斗机的2代型号，也就是 AMCA Mk2。根据印度方面的计划，如果一旦 AMCA Mk1 研制完成，那么接下来的计划将是研制 AMCA Mk2 战斗机，并且其所使用的发动机将是英国与印度合研的下一代更为先进的发动机。未来，该发动机将会配合人工智能系统以及定向能源武器，同时被装在风暴与 AMCA Mk2 上面。届时，这2架战斗机都将会成为名副其实的6代战斗机。并且根据参与相关项目的研究人员表示，该 AMCA Mk1 型的 5.5 代战斗机一旦研制出来，那么它将会比中国的歼20与俄罗斯的苏57要先进很多，而印度也将会成为少数拥有5代机的国家之一。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印度研制该战斗机真正目的还是为了遏制中国与俄罗斯的5代机，毕竟这2架5代机对于印度的威胁实在太大。而不少的网友则表示，印度现在甚至还拿着阵风当宝，他们要如何造5代机，怕不是连5代机的基础概念都没整明白吧？其实网友的这番话也并没有毛病。要知道，现在印度军队可是把阵风吹得一塌糊涂，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印度是否有研制5代机的能力，甚至还扬言其5代机要超越中国与俄罗斯的5代机。当然，最让人怀疑的是，印度多年来一直都是靠着进口战斗机来武装空军的，可以说他们也没什么自研的能力。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还扬言要研制6代机。在11月9号，我国央视对外放出的一段空军宣传片，在很短时间内便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不过，就在很多人专注于其中展示的歼20身上标志时，却有细心人士发现了一些别的动态。从美国防务网站 The Drive 在当天的消息显示，中国官方放出的视频中，主要视角放在了歼20身上，但在30秒的时候，中国空军的歼11战机一闪而过，机翼下方挂载的新型导弹成为了业内人士普遍关注的焦点。而央视在随后就放出了消息证实，画面中的这架歼11实际上是歼11BS。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歼11BS由歼11B 为基础改造而来 ，S 后缀编号代表的是双座型，外界通常将之与美军的 F-15E多用途战机的战力相提并论。而作为一款以电子战为主要定位的改装战机，采用了全数字化电传操控。从官方给出的数据来看，配置了目前我国最先进的数字式有源主动电扫描相控阵雷达，拥有强大的对地对空侦测能力，而且基于其定位，歼11BS在对抗电子干扰方面也有着强大抗性。也因为这一点，有美国分析人士怀疑，这一次视频中可以看到歼11BS已经获得了新装备，
外形上看，机翼挂载的神秘导弹的中段和尾部有突出的十字形弹翼，但是国际上有很多导弹都有这种类似设定，并不能具体推断。但是基于歼 11BS 的定位分析，这很可能是一款反辐射导弹，专门用于摧毁敌方的雷达系统。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外形，就与美军的 AGM-88 高速反辐射导弹十分相似了。需要强调的是，反辐射导弹与平常的空地导弹不同，这是一款专门为摧毁雷达设计的电子对抗武器，又常常被称为反雷达导弹。通常原理是利用导弹上安装的引导头接收地方雷达的电磁辐射，并判定具体位置，进而反向对自身进行引导，从而定位轰炸。通常来说，如果敌方单位发现受到攻击并关闭雷达，反辐射导弹还能根据搭载的记忆装置自行对原定目标点进行攻击。而为了防止无法有效击毁目标，这类导弹还会安装易爆气体和穿甲高爆破片弹药，达成最大化杀伤。当然，因为是宣传片上放出的内容，外界对于该事件还是半信半疑。但是有分析人士就认为，早在2014年第10届珠海航展，我国航天科工集团就首次展示了 CM-102 反辐射导弹。虽然外形上有些不一样，但是6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科技早已今非昔比。现阶段新型反辐射导弹具体到哪种地步了，也一直没有具体消息。但是基于现代战争中雷达系统的重要性，中国着重研发反辐射导弹，并非是什么让人意外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多半还是真的。而从大小来看，未必就不能用到别的战机上面，比如歼20。作为中国隐身防破的利刃，尤其负责彻底瘫痪对手的雷达系统，也实属正常。就在俄罗斯军队将驻守交界之际，意外发生了。俄罗斯军在亚美尼亚境内非战区被阿塞拜疆击毁，普京会有怎样的反应？敬请关注。近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方在俄罗斯的干涉调解下，宣布将与俄罗斯签署协议，双方在纳卡地区停止军事行动。这是自9月份以来，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第4次停火协议。作为与两国都有交情的俄罗斯，再次为两国的停火做调解。双方签署协议于莫斯科时间11月10号临时停火。同时，俄罗斯也将派遣军队驻守，但在该协议正式生效前，意外发生了。俄军一架米24武装被阿塞拜疆击毁。据报道，此事发生不久后，阿塞拜疆外交部出来认领此事，强调在纳卡地区的战火持续之时，这架直升机在亚阿两国边界线很近的地区飞行，才被阿塞拜疆前线人员击毁。这事件完全是一场意外，阿塞拜疆并不是故意针对俄罗斯，阿方愿意就此次前线戒备人员误击事件同俄罗斯道歉，并赔偿家属，补偿损失。这与俄罗斯米24武装直升机被击毁时，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强调，这架米24武装直升机击毁的地方是亚美尼亚的非战火区域，完全不同。目前，在阿塞拜疆外交部认领后，俄罗斯方面还是于午夜时分在脸书上发表声明回应，赞赏阿塞拜疆回应此事的态度是积极的，对米24武装直升机被击毁地区没有避而不谈。看来这事整的俄罗斯心里一定很憋火，俄方的态度还是希望将此事简单化处理。毕竟亚哈两国刚在俄罗斯的调解下达成第4次停火协议。据悉，在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亚哈战争是愈演愈烈，3次停火，3次战火再起，战争早已蔓延整个纳卡地区。对于三方来说，这场战争不仅让亚哈两国的人员损失上千，也让纳卡地区的群众苦不堪言。上周，阿塞拜疆在纳卡居民聚集的山区投放白磷弹的行为，更是让纳卡地区厌恶至极。战争给三方带来仇恨，已经不是简单的敦促签署停火就能和平解决的程度。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尼古拉帕辛扬在宣布与阿塞拜疆就俄罗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达成和平协议时，称这项安排的内容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而不是胜利。同时，此次米24直升机被击毁，也可以看出，不论米24直升机是否在非战区，阿塞拜疆在已经与亚美尼亚宣布于莫斯科时间11月10号停火之际，还是对俄罗斯军机进行攻击。阿塞拜疆军方心里对停火协议还是心怀不满。不管亚哈两国心里对于这场停战协议是否愿意，俄罗斯反正是铁了心想为亚哈战争正式画上句号。米24直升机的事情已经决定大事化小，现在为了第4次停火协议，普京更是责令亚哈两国军事停留在各自阵地。俄罗斯维和人员将沿连接该地区与亚美尼亚的走廊和沿接触线部署，算是俄罗斯军事正式介入亚哈战火。